今晚我们继续闯关这100层改变人生的入睡课程，就从身体最诚实的记忆开始吧，慢慢听见那些被你忽略太久的信号。那我们开始了。第1层，身体记得，大脑却选择遗忘。有些事你以为翻篇了，可身体还替你反映着。某种语气，某个眼神，某个熟悉的画面，会让你胸口猛地一紧，呼吸变浅，心跳加速。这不是矫情啊，是你的神经系统早就学会了怎么保护你。创伤不一定留下清晰的画面，它也可能变成紧绷、回避、警觉，还有那睡不安稳的夜。疗愈呢，不是逼自己想通，而是先承认身体的警报有它的来处，慢慢来，让他知道现在已经不是当年了。所以这一层不是让你反复翻旧账，而是学着分辨此刻的紧张到底来自现在，还是来自过去留下的回声。第2层，痛苦未必全是坏事。痛当然很难熬，可它不总等于伤害。急性的疼会提醒我们躲开危险，情绪上的痛呢，也常在告诉你某段关系、某个习惯或者某条边界出问题了。失恋的痛说明你曾真诚地敞开过，告别的痛说明有些人、有些事确实很重要。当然啦，持续的疼痛还有长期的心理困扰是需要专业帮助的，别硬扛。我们要做的是听懂痛苦，而不是崇拜它。它不是来回你的，有时候它只是把你带回真实。痛苦需要被理解，也需要被照顾，该歇的时候歇，该求助的时候求助。别把疼当敌人，也别把硬撑当成勇敢。第3层，无聊底下常常压着情绪。很多时候我们嘴上说无聊，其实是怕安静啊。手机一放下，房间一静，那些委屈、愤怒、孤独、后悔就慢慢冒出来了。无聊不一定是没事儿干，也可能是心里有事你不敢碰。你越急着刷视频找热闹换新鲜的刺激，就越说明有些感受一直没被你看见。下一次无聊来的时候，别急着逃，问问自己，我到底在躲什么呢？也许那答案不太舒服，但它会比麻木更接近真正的你。空下来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永远用热闹盖住心里的声音。愿你今晚能在一点点安静里听见那个真正需要被安抚的部分。第4层，没有平静的成功，只是奔跑。你可以有头衔，有收入，有满堂掌声，也可以在深夜里仍然空得发慌。很多人啊，把焦虑包装成上进，把透支说成自律，把停不下来当作优秀。可如果一个目标换走了你的睡眠、健康、亲密还有快乐，那它就不再只是成功了。真正的成功不是永远被人看着，而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不慌，不是证明给谁看，而是你知道自己已经足够了。平静从来不是奢侈品，它是自由的底色。如果一个成就让你越来越不像自己，那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。人生不是只往高处爬，也得知道哪里能让心安放下来。第5层，人离开常常是因为没被看见。关系真正变冷，往往不是从争吵开始的，而是从一次次不被回应开始的。一个人把感受说了很多遍，却总被敷衍；把需要提了很多回，却总被忽略。到最后，他不再吵，也不再解释，只是安安静静的把自己收了回去。很多告别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在同一个房间里孤单的太久了。人想要的其实不是被盯着看，而是被理解、被在乎、被认认真真放在心上。当一个人看不见太久，选择离开，那就像终于选择了自己。所以啊，别只在关系破裂时才回头追问原因。平时一句认真的回应，一次耐心的倾听，可能就是把人留下来的那束光。第6层，成长常常发生在未知里。人啊，都喜欢确定，因为确定让人觉得安全。可真正改变你的，往往不是那些安排好的路，而是那片看不清方向的灰色地带。你不知道该留下还是离开，不知道旧的身份会先死去，还是新的自己会先长出来。这种不稳很难受，却也最有生长的力量。未知会逼你放下控制，学着带着害怕，
也带着期待往前走，别急着把混乱解释清楚，有些答案只会在路上慢慢显形，未知会让人慌，也会让人重新长出来。看不清前路的时候，先守住脚下这一步，就已经是在往前了。第7层，深的连接是要冒险的。想真正亲近一个人，就不能永远只拿出那个安全的版本。你可以很幽默、很懂事、很体面，可还是没人真正认识你。深连接需要你暴露真实，那也就意味着你可能被拒绝，说出那句难说的话，问出那个真实的问题，承认那个连你自己都不太敢看的脆弱，这些都需要勇气啊！靠伪装换来的喜欢，那只是批准，不是爱。真正让人安心的关系，是你终于不再表演了，对方还是愿意靠近，真正的亲近，不靠讨好换来，是靠真实慢慢建立起来的。愿你遇见那个不用猜、不用演也能安心停留的人。第8层，童年的伤不会因为长大就消失，长大不等于过去自动清零。有些童年的经验会悄悄藏进你成年后的反应里，别人声音一大，你就僵住；亲密关系一靠近，你就想逃；被忽略那么一下，你就像重新变回了那个小孩。疗愈啊，不是把小时候的自己赶走，而是把它接回来。你可以承认那些事真的发生过，承认它疼，也承认今天的你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了。完整不是遗忘，而是你终于能带着爱重新看见那个受过伤的自己。小时候没被好好接住的情绪，长大后可以由你亲手接住，那不是倒退，是一场迟来的照顾终于抵达了。第9层，不舒服有时候是你正在对齐，不是所有的不舒服都代表你走错了路。开始设边界，你会内疚；开始说真话，你会害怕；开始不讨好别人，你会孤单，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可能早就习惯了迁就和忍耐。一旦你开始忠于自己，它反而会把自由误判成危险。别一难受就退回老地方去，先停一下，看看这种不舒服到底是伤害，还是旧模式松动时的那点拉扯。有时候你不是崩溃，你是在穿过一扇门。当旧习惯开始松动，身体难免会慌，请给自己一点过渡的时间，让真实慢慢变成新的安全感。第10层，沉默也是一种力量。会说话是一种能力，会沉默是另一种更深的能力。沉默不是冷暴力，也不是逃避，而是在冲动之前给自己留一点空间。你不急着解释，不急着证明，不急着把每一个误解都纠正回来，反而能看清更多东西。很多人真实的意图，恰恰会在你不接话的时候浮出水面。陪伴别人的时候，有时一句安静的我，在比一堆道理都更有力量。掌握语言能影响别人，掌握沉默能守住自己。夜深了，很多话其实不必说尽，能把心稳住，能把气息放慢，也是一种很深的力量。第11层，原谅是松开你自己。原谅不是替那个伤害你的人开脱，也不是说那些事都无所谓。真正的原谅是你决定不再每天把自己绑在那段痛里。你可以承认对方错了，也可以选择保持距离。你不必和解，不必忘记，更不必去美化，只是有一天你不想再让过去的人继续占用你今天的心了。怨恨啊，像一根绳子，看起来绑着别人，其实勒的是你自己。松开不是软弱，是把力气还给未来。有些人不必重新走进你的生活，有些事也不必被美化，你只是把自己从那段旧疼痛里一点一点地领出来。第12层，总想逃，说明生活错位了。休息本该是恢复，不该变成一场逃命。如果你从周一就开始盼周末，每天都靠麻木和硬撑过日子，好不容易放个假也只是为了回血，那可能不是你太脆弱，而是你的生活某些地方严重错位了。也许是工作把你吞掉了，也许是关系让你一直缩小，也许是日程里塞满了别人的需要。人是需要休息，可不该一直想逃啊。你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更长的假期，而是一个不用天天屏住呼吸的人生。如果每天都像在硬撑，身体迟早会替你喊停。愿你不是只等着周末来救命，而是慢慢把平常的日子也过得能喘口气。第13层，
平静。一开始会显得很无聊，如果一个人长期活在混乱里，那平静反而会让他不习惯。没有争吵，没有拉扯，没有突然袭来的情绪风暴，心里却空落落的，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哪儿出错了。其实啊，这可能是你的神经系统在重新学习什么叫安全。疗愈不总是热血翻盘，它更多时候就是普通的一天，规律的吃饭，按时的睡觉，不再用刺激来证明自己还活着。别把平静误会成无聊，那是身体终于能慢慢放下戒备了。平静刚开始可能很轻，轻到让人误以为是空，可它会慢慢变厚，变成你睡前终于不用防备的那份底气。第14层，越靠近自己，越可能孤单。当你开始尊重自己的真实，有些关系会先变远。过去你靠迎合维持的圈子，会不适应你的边界。过去只认识你面具的人，会说你变了。这个阶段是会孤单的，因为旧世界正在松手，而新世界还没来得及接住你。可别因为怕孤单就跑回去，继续扮演那个不快乐的人。尊重自己会替你清理道路，也会腾出位置。真正适合你的人会认出你的真诚，而不是只爱你的配合。孤单不是惩罚，它有时候是在替你清场。等你不再抓着旧热闹不放，新的同行者才有地方靠近你。第15层，气场比语言更早抵达一个人的状态，常常比他说的话更先被感受到。嘴上说没事儿，身体却紧绷着；嘴上说在乎，眼神里却带着疏离。所谓气场，不是什么玄学，而是你的语气、表情、姿态，还有注意力和诚意一起传出去的信号。我们不一定能马上说清为什么会觉得舒服或者不舒服，但身体早就先读到了。想让一段关系变得真实，就别只指望修饰言辞，也得照顾好你的内在。你带着一颗什么样的心走进去，别人往往会先感受到语言可以修饰状态，可状态很难伪装。照顾好内在，比准备一堆漂亮说辞更能让人觉得踏实。第16层，触发点其实是在给你指路。被触发的时候，人很容易把矛头全指向外面。别人一句话，你突然就火了；朋友取消了计划，你立刻觉得自己不重要。可这个触发点常常不是敌人，而是一束光，照到了那个还没愈合的地方。它在提醒你，这里曾经被忽略过，这里还在疼呢。被触发不代表你有问题，也不代表别人就一定错得离谱。它是在邀请你往内看，找到反应背后那道旧伤，理解了它，你才不会一直被它牵着走。每一次被触动，都是内心递给你的一张地图。顺着它看下去，你会更明白自己为什么疼，也更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。第17层，舒适区也会变成笼子，舒服很迷人，因为它熟悉、可预测，不用你去冒险。可待得太久，舒服会慢慢变成一种窒息。你不再尝试，不再表达，不再靠近那个你真正想要的生活，只是告诉自己这样也还行吧。很多笼子其实没有锁，它只是用稳定和习惯让你忘了那扇门一直是开着的。成长不会总在温暖里发生，它常常在你心跳加速、声音发抖、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才开始。安全很好，但别为了安全放弃了活着的感觉。舒适区最温柔，也最容易让梦想睡着。愿你在合适的时候，敢从熟悉里走出一小步。第18层，野心，有时是在掩饰伤口。有些努力来自热爱，有些努力来自害怕。害怕不够好，害怕没人看见，害怕一停下来就发现自己没有价值。这样的野心，外表很亮，里面却很累。你会不断去追下一次成绩，下一次认可，下一次证明。可短暂的兴奋过后还是空，不是目标错了，而是驱动你的那股力量需要被看见。干净的野心会让人舒展，创伤驱动的野心会把人耗尽。真正的自由是你不靠奖杯也能觉得自己是值得的。努力当然可贵，但别让努力只剩下逃跑。真正能滋养你的目标，会让你累过之后心里仍然有光。第19层，别人怎么爱你，
常映出他怎么对自己一个人对你的方式，往往也透露着他是如何对待自己内心的。常常自责的人，容易把挑剔带进关系里，不会接纳自己脆弱的人，也很难稳稳地接住你的脆弱。这不是让你替所有伤害找借口，而是提醒你别把别人的局限都归咎到自己身上。你不需要走进他内心的那场战争，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爱。观察一个人怎么照顾自己，怎么面对情绪，很多时候你就能看见他能给一段关系多少空间。看懂了这一点，你就不必把别人的冷硬全背到自己身上了。每个人能给出的爱都受限于他内在的容量。第20层，你可能不是懒，只是没对齐。有时候你以为自己懒，其实是你长期在做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事。真正喜欢的东西，你能聊很久，学很久，投入很久，可一碰到某些任务，身体就沉，脑子就散，心里就抗拒。懒惰未必是根源，有时候它是个信号，说明你的目标、环境或者意义感出问题了。当然啦，行动力也是需要训练的，但别只顾着骂自己没用。问问自己，我在为什么努力？这是我想要的，还是我怕失去认可？对齐之后，能量会慢慢回来。能量低的时候，先别急着给自己贴标签，也许你不是不行，只是走在一条不再点亮你的路上。第21层，走远不等于恨，你可以爱一个人，也可以慢慢的走远。成长会改变你的节奏、价值还有边界。有些曾经很亲密的人，后来就不再适合同行了，这不一定是背叛，也不一定要带着恨。你可以感谢他陪过你一段路，也承认接下来彼此的方向不一样了。最难的是没有明显伤害时的告别，因为你会内疚，可为了维持一段旧关系，就把自己缩回去，迟早会让爱变成怨。离开有时候不是冷漠，是诚实。有些关系适合珍藏，不适合继续同行。把感谢留下，把脚步带走，也是一种体面。第22层，沉默本身也是一种回答。我们总想要一个解释，想知道为什么疏远，为什么改变，为什么不再回应。可有时候沉默本身就是答案了，它可能代表逃避，可能代表不重视，也可能代表对方没有能力去面对那个真实。你越是替沉默编故事，就越把自己困在了等待里。不是每一段结尾都有体面的告别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给你一个清楚的交代。学会听懂沉默，不是让你冷掉，而是让你停止追逐一扇已经关上的门。你等不到的那句话，也许早就由沉默说完了。停止追问，并不是认输，而是把尊严从等待里收回来。第23层，成长常常像失去，成为一个新的自己，往往得先经历失去旧的身份、旧的圈子、旧的习惯，甚至失去那个靠忍耐活下来的自己。成长不是一路变好看，它更像拆房子，得先乱、先疼、先空出来。你会怀念那种熟悉的生活，哪怕那生活并不真正滋养你。别把这份难过当成退步，哀伤是过桥时的感觉，它说明你正在离开某个旧岸。你不是把自己弄丢了，你是在把自己一点一点找回来。成长会带走一些旧东西，却也会还给你一个更完整的自己。失去的疼和重生的轻，常常走在同一条路上。第24层，注意力是最珍贵的货币。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，哪里就会在你心里变大。你每天刷什么、看什么、反复想什么，都在悄悄塑造着你的情绪和现实感。注意力不是免费的，它消耗的是你的时间、心力还有生命。你一直盯着比较，就会越来越匮乏；一直盯着恐惧，这世界就处处像威胁。守住注意力，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选择什么才值得进入你的心。你关注什么，就在喂养什么。今晚把注意力从那些纷乱里收回来一点，收回到呼吸，收回到身体，收回到当下。你看向哪里，心就会慢慢向哪里靠拢。第25层，没有边界的爱会把自己耗空。爱不是无限的忍耐，没有边界的付出，到最后
常常不是深情，而是把自己磨没了。你总是让步，总是理解，总是把别人的情绪放在最前面，久了就会生出怨气，也会让关系失去真实的边界。这边界不是不爱，而是告诉对方我在乎你，我也在乎我自己。真正健康的爱不会要求你牺牲到空心，他希望你是完整的，而不是只剩下一份可以被使用的温柔。边界让爱有了形状，也让温柔不被耗尽。真正珍惜你的人会愿意认识那个完整的你，而不是只要你的付出。第26层，真实会筛掉一些关系。当你开始真实，有些人会不适应，你不再一味点头，不再把所有话都咽下去，不再为了被喜欢去改写自己。于是有人说你变了，是的，你变了，因为你不想再靠扮演去换那点安全感了。真实的代价是失去那些只习惯你面具的人，可留下来的人才有机会认识真正的你。别把每一次疏远都当成失败，有些关系的离开是为了给真关系腾出地方。真实会让一些关系退场，也会让更合适的关系靠近。你不必为了被留下就继续演一个疲惫的角色。第27层，爱不一定意味着留下，爱一个人不代表就一定要留在他身边。你可以很爱，也可以清楚地知道这段关系正在伤害你。爱如果没有尊重、回应和安全，只靠一个人反复的修补，最终会把人掏空。离开不说明爱是假的，只说明爱不该变成笼子。最难的是心还软着，脚却必须往外走。你可以把某个人放在心里，也把那扇门关上，因为有些告别不是不爱了，而是你终于也爱自己了。离开并不会抹掉曾经的爱，它只是承认爱不能以牺牲自己为代价。门关上以后，心也可以慢慢安静下来。第28层，麻木是在提示你有伤口。人不会无缘无故的麻木，刷手机刷到停不下来，忙到停不下来，笑着把难过带过去。很多时候都是在躲一个太疼的东西，可情绪不会因为你不看就消失，它只会换一种方式留下来，变成疲惫、冷淡、失眠，或者关系里反反复复的问题。更麻烦的是，人没法只把痛麻掉，那些快乐也会一起被调小。想真正好起来，需要一点一点把感觉接回来，不是一次面对全部，而是今天先承认一点点。当你不再急着麻木感受，会一点点回来，痛会回来，快乐也会回来。人就是这样重新鲜活起来的。第29层，正确的路常常被别人看错。当你终于选择自己，不一定会得到掌声。有人会觉得你冲动，有人会觉得你不现实，有人会劝你回到那个稳定的位置，可他们没替你熬过那些夜，也没替你忍受过那种慢慢枯掉的感觉。别人看到的是表面，你感受到的是整个人生。尊重自己，有时候就是需要违背一些期待。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你的路，因为那条路不是为他们长出来的。你要活的是你自己的人生。别人看不懂你的选择，并不代表它没有意义。有些路只有走的人才知道，留下和离开各自有多重。第30层，什么都不做也可能很重要。这个世界太崇拜忙碌了，好像一停下来就是落后。可有时候什么都不做，恰恰是在给自己一条活路。安静不是空白，它是让你的神经系统降下来，让心里那个真正的声音浮上来。人在失恋、疲惫、迷茫的时候，不一定需要马上解决所有事，也许你先需要的是坐一会儿、哭一会儿、睡一觉，让呼吸顺一点。停顿不是废掉，它是重新连接。很多答案不是跑出来的，是你静下来之后听见的。安静下来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在给内心换口气。今晚允许自己慢一点，很多紧绷会在停顿里慢慢松开。第31层，你不选择，生活就替你选。每天按着惯性过，其实也是一种选择。你不决定什么重要，别人就会把他们的期待塞进你的日程。你不守住时间，时间就会被消息、任务和人情占满。
你不说真话，就会慢慢活进别人的剧本里，这样飘着看似安全，其实会一点点侵蚀你真正的生活。生活是需要你参与的，需要你问一句：这是谁想要的？我到底在忍什么？你不必一次就重启整个人生，但可以从一个诚实的选择开始，把方向拿回来，把人生拿回来。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一个清楚的拒绝，一次主动的选择都会让方向重新回到你手里。第32层，安全感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。换个城市，换份工作，换段关系，可能会改善你的处境，但如果你的神经系统一直处在警戒状态里，那平静还是很难落地。真正的安全感不只是外部条件，还是你的身体能不能相信现在没有危险了。长期的压力会让人紧绷，一惊一乍，睡不好也会把平静误认成不可靠。建立安全感是学会呼吸，学会觉察，学会表达，学会求助，不再把所有的安稳都压在别人的反应上。当你能陪住自己，外面的风就没那么吓人了。安全感不是永远没有风浪，而是风浪来的时候，你知道自己还有地方可以回，而那个地方首先可以是你自己。第33层，悲伤是爱还没找到去处。失去之后的悲伤不只是难过，它常常是爱没有了出口。你还想分享，还想照顾，还想听见那个人的声音，可现实不再回应了，于是那份爱就留在了胸口，变成一阵一阵的空。悲伤没有固定的时间表，一首歌，一种味道，一个普通的傍晚，都可能让它重新涌上来。别急着把自己推向该好了，你会慢慢学会和这份爱共处。悲伤不是爱结束了，而是爱换了一种形状。它不需要被赶走，它只需要被温柔的安放。你爱过的东西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留在你的生命里。第34层，休息不是奖品，休息不是你累到崩溃之后才配得到的奖品。身体需要睡眠，情绪需要缓冲，注意力需要恢复，这些都不是懒。很多人一停下来就内疚，因为从小我们就被教会，只有有用才值得被爱。可人不是机器，不能一直靠透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你不需要把自己累到说不出话才有资格停下来。真正的自律也包括及时的休息。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也依然是一个完整的人。你可以在还没彻底累垮之前就先休息。人值得被照顾，不是因为快撑不住了，而是因为你本来就值得。第35层讨好里面常常藏着害怕，总想被喜欢，不一定来自善良，也可能来自害怕。害怕被拒绝，害怕冲突，害怕自己一表达真实就失去了爱。于是你先看别人脸色，再决定自己怎么说，先照顾好气氛，再牺牲自己的需要。久了你会累，因为你不是在生活，你是在管理所有人的感受。疗愈不是让每个人都喜欢你，而是你先喜欢那个真实的自己。把问题从他们会不会喜欢我换成我有没有尊重我。讨好会让人短暂的觉得安全，却让内心越来越远。真正稳定的关系不需要你一直牺牲真实去维持。第36层，讨好所有人就是丢掉自己。别人会夸你好，说你相处起来懂事可靠，可如果每一句好的后面都藏着一句被你咽回去的话，你会越来越不像自己。讨好看起来温柔，底层却常常是恐惧，怕被讨厌，怕被说自私，怕关系破裂。可是每一次违心的答应，都是在告诉身体，归属感得靠背叛自己来换。真正的自由是允许有人失望，也允许自己诚实。你不是来变得讨人喜欢的，你是来变完整的。当你开始少说那些违心的好，心里会空出很多力气，那些力气原本就该用来支持你自己。第37层，有一种累，睡觉解决不了，睡了很久还是累，可能不只是身体缺觉，也可能是你的心长期被消耗着。你每天做着不想做的事，扮演着不想扮演的角色，把情绪压住，把渴望推迟，你的灵魂就像一直在漏电。这样的累
咖啡和补觉只能缓一缓，没法真正解决。你需要问自己，我在哪里一直违背着自己？是什么让我失去了光？身体累了要睡，心累了要听。很多恢复不是多休一天，而是重新靠近那个真实的自己。有些疲惫，睡一觉散不掉，因为它来自长久的违心。听见这种累，就是重新调整生活的第一步。第38层，过度解释，是害怕不被接纳。过度解释，表面上是想说清楚，深处常常是怕被误会之后失去这段关系。你给每一个拒绝都加上一堆理由，给每一个选择都写好长长的辩护，像是在证明自己有资格这样活。也许过去被误解让你付出过代价，所以你习惯了用更多的话去换那点安全。可真正尊重你的人，不需要你把边界解释到精疲力尽。你的不可以可以很简单，你的选择可以站得住。疗愈从停止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开始。少解释一点不代表你冷漠，它只是说明你开始相信自己的感受，不需要被反复审判才成立。第39层，你认识自己多深，就能连接别人多深。真正的亲密不是聊得多热闹，而是你们能不能承受真实。你如果从来不看自己的羞耻、愤怒和恐惧，那你也很难接住别人的这些部分。很多关系停在了表面，不是因为没人可爱，而是双方都不敢往深处走。认识自己是学会不逃避内在的那些阴影，也不把它投射到别人身上。你越能诚实的面对自己，就越能温柔地看见别人。所有关系的深度常常先受限于你和自己的关系。向内走不是自我封闭，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走向别人。你越了解自己，就越能在关系里少一点投射，多一点真诚。第40层，理想的生活未必看起来正常，正常只是大多数人的选择，不一定是你的答案。有些人适合稳定上班，有些人适合自由创作，有人需要热闹，有人需要独处。你的理想生活也许不够体面，不够容易被理解，不够像朋友圈里那种成功的模板。可如果它让你的呼吸变轻，让你的眼睛有光，让你心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那就值得你认真去听。你不是为了活成一个标准答案才来的，真正属于你的生活，可能一开始就会显得有点不合群。属于你的生活也许不够标准，却会让你心里变轻。别把别人的模板当成唯一正确的答案。第41层，少做一点，反而走得更远。忙碌不等于有效。很多时候人做的越多，是因为不敢停下来问自己到底要什么。你加任务、加目标、加证明，表面上很努力，实际可能只是在逃避那片空白。少做一点，不是偷懒，而是把力气从那些无意义的消耗里拿回来。真正有力量的行动，往往更安静，也更精准。先停，先看，先筛掉那些不属于你的事。行动不在多，而在准。人生不怕慢，怕的是一直往错误的方向用力。少做一点，才能把力气留给真正重要的地方。人生不是比谁更忙，而是看谁更清楚。第42层，找回自己。会失去一些人，找回自己不是只得到光，也会经历告别。你不再默认答应，不再配合旧剧本，不再为了和平牺牲真实。于是有些人会不舒服。不是每个人都欢迎你的清醒，因为你的改变会照见他们习惯了的那种控制和依赖。失去他们会痛，但也会让你看见哪些关系只容得下那个旧版本的你。别为了不失去谁，就把刚找回来的自己又交出去。能留下来的人会适应你的完整。当你不再扮演旧角色，有些人会不习惯，可你不能为了让别人舒服就继续远离自己。第43层，抗拒里藏着真相。你越抗拒的东西，未必越不适合你，有时候恰恰更接近真相。你害怕开始，是因为开始会暴露你的渴望。你拖着不说，是因为那句话一出口，关系就没法再装作没事了。抗拒常常守在门口，保护你不受伤，也阻止你靠近想要的生活。
别急着骂自己逃避，先问一句：我到底怕什么发生？很多答案就在那份紧张里。抗拒不是终点，它是入口。抗拒不是坏消息，它常常在提醒你，这里有恐惧，也有渴望。看清它，你就能更诚实地选择下一步。第44层风暴，有时候是在给你清路。人生里的风暴来的时候，我们只觉得一切都被打乱了，关系断了，计划碎了，身份崩了，好像什么都没剩下。可有些混乱不是毁灭，而是在把你从错误的轨道上推开。等尘埃落定，你会发现某些离开其实救了你，某些失败让你醒了过来，某些失控逼着你终于诚实。风暴不值得浪漫化，那份痛也是真的，但它有时候会清掉那些你迟迟不敢放手的东西，让路重新出现。风暴过去之后，留下来的东西更清楚了，离开的东西也更明白了。那时你会知道，混乱并不总是终点。第45层，身体比嘴更诚实。你可以嘴上说没关系，身体却睡不着。你可以说我不累，肩颈却一直紧绷。你可以笑着点头，胃里却翻江倒海。身体常常比意识更早知道真相。长期忽视身体的信号人，就会和自己断开。不是每一个不舒服都有多深的意义，也不是所有感受都要过度解读，但它们值得被听见。问问身体哪里紧，哪里沉，哪里想躲起来。诚实有时候不是从语言开始的，而是从一次深呼吸开始。身体的信号不必神化，也不该忽略，它只是用最直接的方式提醒你，有些地方需要被照顾了。第46层，自由，一开始也会陌生。从控制、讨好或者混乱里走出来之后，自由未必会立刻带来快乐。没有人催你、管你、定义你，你反而可能会慌，因为过去的那些规则虽然痛，却熟悉。自由意味着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也要忍受那种没有标准答案的空白。别因为它陌生就以为自由不适合你。新生活是需要适应期的，就像刚拆掉石膏的腿，需要慢慢恢复力量。自由不是没有害怕，而是害怕的时候也不再回到那个旧笼子里去。自由需要练习，因为没有人会替你规定答案。以后你要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，慢慢来，新生活会数起来的。第47层，离开环境不等于完成疗愈。搬走、分手、辞职，有时候是必要的，但离开了现场，不等于伤口就自动好了。如果你内在的模式还在，你可能会在新的地方重复旧的反应，过度防备，害怕亲密，习惯性的委屈自己。真正的疗愈需要你在一个安全的距离里重新理解自己，学习一些新的反应方式。环境可以触发你，也可以支持你，但最终你还是要把安全感带进自己的身体。逃离是第一步，重建才是那漫长的部分。换了环境以后，也要学习新的相处方式，否则旧伤会换一张脸，继续在新生活里重演。第48层，快乐也需要勇气。很多人以为悲伤才难，其实快乐也需要勇气，因为快乐意味着你允许自己拥有，不再用亏欠感去打断那个好时刻，意味着你不把轻松看成不配，不把满足看成危险。长期紧绷的人，一开心反而会担心是不是要出事儿了。所以练习快乐，就是练习让身体相信好事是可以停留的。别总等着人生完全稳定了才允许自己笑，哪怕只是今晚睡前的这一点安静，也值得被你认真的收下。快乐不是欠谁的，也不是会被惩罚的东西。允许自己轻松一会儿，这本身就是对生命的信任。第49层，小选择正在塑造你的人生。人生不是只被那几个大决定改变的，更多时候是被你每天的小选择一点点塑形。你今天怎么说话，怎么休息，怎么对待自己的感受，怎么处理一个想逃的瞬间，都在给未来的自己投票。小选择看起来不起眼，
却会重复变成习惯，习惯再长成命运。别低估一次早睡，一次拒绝，一次诚实，一次开始。你不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全新的人，只要不断地选择那个更靠近真实的方向。小选择看起来很轻，可累积起来却很有分量。你每天怎样对待自己，未来就会怎样回应你。第50层，情绪不是逻辑能完全说服的。很多痛苦不是你想明白了就结束了，你可以知道对方不值得，也知道过去已经过去了，可身体还是难受，眼泪还是会来，因为情绪不是一道数学题，没法只靠逻辑去解开，它需要被感受、被允许、被慢慢的代谢掉。讲道理有用，但它替代不了体验。别因为自己还在疼，就责怪自己不够理性。人不是机器，心也不是一个开关。真正的修复是让理智和感受慢慢的站到同一边去。情绪需要时间穿过你的身体，别催自己马上想开，能温柔的陪他一会儿，就已经是在修复了。